海因克尔被一枪打穿脸颊，躺在地上惨叫。狼人上尉却并没有杀他的打算，只是警告他不要插手，扔下医疗包后就离开了。海因克尔恨得咬牙切齿，无能垂地。草草包扎好之后，一把抢过枪，发誓一定要杀了沃尔特。阿卡多并不理解沃尔特为什么不惜背叛也要返老还童，他明明说过衰老是英国人的乐趣，老态的她明明比现在美丽无数倍。面对沃尔特的战斗要求，阿卡多表示他们现在都是走狗，狗可没办法自己叫，于是俯下身请因特古拉下令，只要因特古拉一声令下，他就会没有丝毫犹豫，不带一丝后悔的杀光所有人。因特古拉握紧拳头，深吸了一口雪茄，坚定地向阿卡多下达命令：见敌必杀，将他们的敌人全部击溃。无论对手是谁，无论遇到什么，他已经不想再去问为什么了。既然沃尔特已经叛变，那就是他的敌人，大英帝国的敌人。飞艇落在几人面前，少校对于因特古拉所下的决定无比满意，他现在终于成了他的敌人，拥有强大的力量，重要的宿敌了。薛定谔打开舱门，欢迎因特古拉的到来。阿卡多让塞拉斯跟随因特古拉，去终结那个男人长达55年的美梦。他要将沃尔特漫长的夜晚终结。虽然已经成为敌人，但塞拉斯还是真心实意地感谢沃尔特对自己的照顾。因特古拉拔出长剑，一枪崩了薛定谔的头，永别了沃尔特，然后去死吧。无数的蝙蝠在两人身边盘旋，之前倒是没看出来，阿卡多还在嘲讽这两个女人好吧，都是我的了，是我的主人，我的部下，我一个人的，气不气？气不气？两人同时冲向对方，阿卡多手刀直劈沃尔特面门，但沃尔特的线先一步缠上阿卡多的手臂，轻轻一扯，整条手臂都被切成了碎片。紧接着，沃尔特又绑住阿卡多的腿，一阵猛砸。不死之身的怪物不存在，所以他会一直杀到阿卡多死为止。阿卡多重重摔在地上，烟雾中传来几声枪响，沃尔特的线织成密不透风的网，游刃有余地将子弹全部拦下。阿卡多的身体化为百目猎犬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却被沃尔特从中间一分为二。潜藏在血水中的阿卡多悄悄绕后举起枪，然而一声枪响之后，断掉的就是他的手。可别忘了这把枪是谁设计的。这时，一个人从地狱犬的尸体里爬了出来。狗死亡后导致支配率变化，曾被狗咬死的陆克复活了。然而还没等陆克明白发生了什么，沃尔特的丝线就将他缠绕成了提线木偶。此时的阿卡多只剩最后一条命，沃尔特的身体也逐渐支撑不住返老还童的代价。为了和阿卡多的决斗，他已经赌上了自己的一切，甚至向纳粹除了粉身碎骨的高额赎金，为的就是这一夜命运重新洗牌。赌场只开一次，胜负在此一举。沃尔特控制了陆克，不断朝阿卡多发起攻击。阿卡多赌上最后的半只地狱犬，再次打死了陆克。沃尔特等的就是这一刻，他快速出手，削断了阿卡多的四肢，牢牢悬挂在了半空。沃尔特气喘吁吁地抽起铁棍，一把捅进阿卡多的心脏。原本应该胜负已定，但一下手他就感到了大事不妙。果然，他杀死的根本不是阿卡多。阿卡多在最后关头吸收了陆克的生命。阿卡多鬼魅一样的出现在他身后，对着沃尔特的脸就是一拳，嘲笑不断缩水变小的沃尔特。他已经过了全盛期，即使成了吸血鬼也无法再生和恢复。他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为了配合沃尔特，阿卡多也将自己变成了萝莉。战争的本质不过是小孩子打架，不把对方打倒就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。为了达成目的，不惜任何代价。沃尔特想和他战斗，不然就不知道自己如何前进。他害怕成为无用之人，害怕衰老被人遗忘。他从60年前开始就没变过。飞艇上传来了爆炸，阿卡多顿时兴奋起来。看来因特古拉和塞拉斯已经闹腾开了，接下来可是骑士团的主场。在塞拉斯的保护之下，因特古拉毫无畏惧地行走在枪林弹雨中，拦在面前的敌人都被尽数斩杀。这个怪物都是笑着赴死的，他们渴望着死亡。塞拉斯气得大骂：这么想死的话，50年前怎么不去上吊呢？少校的声音从广播里传来，他们不甘无畏地死去，不想白白毁灭，所以他们不断战斗，寻求死亡，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让他们战斗的战场。若想让他们毁灭，还需要更多，不然他们就会永无休止地走下去，只为走向死亡。而骑士团的存在让他们兴奋不已，因为值得他们拼死一搏，更值得被他们赶尽杀绝。狼人上尉出现在两人面前，塞拉斯脸色凝重地拦在因特古拉面前，让他先去找少校，这里交给自己解决。原本以为会是一场苦战，但没想到狼人并没有阻拦因特古拉，甚至主动给他指了位置。看来他接到的任务只是拦下塞拉斯。火焰在两人身边熊熊燃起，双方同时抽起机枪，开始激情互射。塞拉斯能够自由变换手臂，给他带去了不少助力。一番搏斗之后，塞拉斯锋利的触手首先袭上上尉的面门，但近在咫尺，却被一股神秘力量挡住了。上尉抬起头，已经变成了狼人的样子。阿卡多嘲笑沃尔特选错了战队，用不了多久，他的主子和部下就会将敌人杀光，沃尔特也会死在自己手里。他并不想和叛徒打公平的战斗。阿卡多手臂上的法针亮起，全伦敦的鲜血如同
同河流一样奔腾地朝他们的方向涌来。阿卡多果然走到了这一步，少校咧嘴一笑，他赢定了。在他看来，阿卡多不是人，也不是吸血鬼，他是活动的城池，他是统帅着冥河的暴君。那么该如何击败他？吸血鬼能够永生不死，永远的战斗下去，但是他不是吸血鬼，也不允许自己变成吸血鬼。永生是用鲜血买来的灵魂的童话，但他的生命灵魂只属于自己，他无法忍受和他人共享生命统一灵魂，他只是他自己，他体内的每一滴血都属于他自己。他羡慕吸血鬼的能力，却无法容忍自己成为吸血鬼，所以他才将阿卡多认作宿敌。所以他们准备了整整50年之久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眼下的这一个瞬间。当阿卡多开放灵视，放出所有生命，城池中只剩下他一人的时候，少校早就知道神父和沃尔特都杀不死他。阿卡多曾在500年前孤身一人对抗奥斯曼帝国，100年前仅凭一人之力攻入伦敦腹地，如今他一旦再次嗜血，一切努力都会付之东流。鲜血是他最有力的，但也是他最大的弱点。巨大的白狼咆哮着朝塞拉斯冲来，塞拉斯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就已经砸进飞艇的最底层，爬都爬不起来的塞拉斯自知自己绝对赢不了，对方实在是太强了。而就在这时，灵魂深处突然传来了培尔纳特的声音，塞拉斯瞬间惊醒，紧急一跃躲过了上尉的致命一脚。培尔纳特在他的意识中苏醒，塞拉斯也再次鼓起了干劲，在经验丰富佣兵指导下向上尉展开反击，锋利的触手将他整个贯穿，但下一秒上尉就像雾一样消失，稳稳停在了触手上。仓库的箱子被打翻，他们这些年四处劫掠所抢夺的财宝都飘落在地。上尉的身影一晃，塞拉斯的手里就被塞了一颗银牙，虽然一句话都没说，但是意思很明显，如果塞拉斯有能力，就用这个来杀死他。银对所有怪物都是致命的，这个狼人居然还有点可爱。上尉的攻击随即而至，塞拉斯竖起双臂应接一击，发起攻击时对方也只是肉身而已。塞拉斯拽过身后的导弹扔去，借着爆炸的烟雾冲到上尉面前，开始近身战。两人的手臂在碰撞中双双被打烂，塞拉斯张开嘴死死咬住上尉横扫而来的腿，银牙弹弹出，被培尔纳特夹在指尖，狠狠捅穿了上尉的心脏。不要随便对别人的女朋友动手啊！上尉的鲜血狂飙地倒在地上，露出了一个快意的笑容，随后体内燃起了熊熊大火，如同一场万事成真的美梦。而他们就是去终结美梦的人。因特古拉一路畅通地来到指挥室，见到了少校，别的不提，先给这人渣来一梭子。不过少校早就给自己准备了防护罩，因特古拉根本打不穿。少校打开大屏幕，请因特古拉欣赏最后的好戏，因为吸血鬼阿卡多将就此消亡。阿卡多疯狂地吸收着全伦敦的血海，薛定谔亲手将自己的脑袋割下，汇入了阿卡多体内。沃尔特知道将会发生什么，他试图阻止阿卡多吸收血液，但是一切都晚了。沃尔特不可能再亲手打败阿卡多了，他错失了最好的机会。是你输了，阿卡多。已经吸收了数百万条生命的阿卡多当然不相信他会输，但是在将所有血液吸收完的那一刻，他愣住了。眼前是一片美丽的日光，正如500年前、100年前他死去时一样。他体内的能量突然开始不受控制的外溢，阿卡多吸收了薛定谔的生命，就等同于和薛定谔的生命特征同化。对方是拥有意识并自我观测的薛定谔的猫，跳跃在由不确定几率构成的世界中，只要有自我认知就无处不在。现在他因为融入了几百万生命中而无法认知自我，所以无法存在于任何地方，既不会生也不会死。阿卡多的眼睛渐渐闭上，无论因特古拉再怎么呼唤甚至命令，都无法阻止他的消亡。阿卡多闭上最后一双眼，和因特古拉永别，原地只留下一个法阵。因特古拉目眦欲裂，少校牺牲了一切，换来了阿卡多的消亡。他活着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一刻。在这场战争中，接连败北的他头一次获得了胜利。整座飞艇开始发生爆炸，两人都被席卷在了火海之中。塞拉斯朝着加农炮赶回，少校的命运最终会终结在2个女人手中。阿卡多死了，最崩溃的人成了沃尔特，他付出了一切换来和阿卡多的决斗，没打过算他实力不济，但对方死在别人手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结果刚站起来就被一枪打穿了腹部，抱着枪蹲了一晚上的伏地魔海因克尔总算逮住了机会，对着沃尔特狠狠几枪。沃尔特也并不反抗，这就是他这个叛徒的下场。狙击枪打空了，海因克尔又拿起手枪朝沃尔特冲去，沃尔特截断了他的手脚，海因克尔可以对他开枪，但不够资格杀他。沃尔特拖着大出血的身体爬上了飞艇，因特古拉指挥塞拉斯开枪向上校射击，但防弹玻璃实在有些坚固，加农炮都轰不开。见此，塞拉斯直接从地下掏出了88毫米超级大炮，一炮下去直接穿透飞艇，少校被轰烂了半个身体，而他衣服之下早已并非人类，而是机器。除了大脑，他的身体的一切都是由机器组成。即使如此，少校还坚称自己就是人类。阿卡多是披着人皮的怪物，他是披着怪物皮的人。这是最后的战争，因特古拉沉默地拔出枪，一步步走向少校。在少校接
击中他左眼的瞬间，一枪正中对方脑门。少校心满意足地结束了罪恶的一生，他终于经历了一场不错的战争。因特古拉给自己点上烟，这根本不算战争，只是60年前就濒临死亡的他彻底的断了气而已。死亡是他应得的报应。无论少校怎么自称是人，他都是怪物，能打败怪物的永远都是人类。他不是人类，所以阿卡多一定会回来。最后的大队首领死亡，最后只剩下了博士一人。他焦急着收拾着资料准备逃离，沃尔特乘着最后一口气找上了他。闹剧演完了，演员也该下场了。博士大吼着让残次品闭嘴，他的研究迟早能赶超阿卡多，而倚仗就是一具骷髅。阿卡多曾经的恋人米娜，彼此唯一吸过血的存在。哈尔星将阿卡多击败后，米娜变回了人类，但阿卡多并没有死，吸血鬼之血仍存在于他的最深处。于是他们将米娜挖出坟墓，想要借此复制阿卡多，但做出来的终究是残次品而已。沃尔特扯断横梁砸死了博士，自己也倒在了火海之中。塞拉斯带着因特古拉飞回了骑士团，浓烟和烈火吞噬了整座飞艇。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，英国死亡人数超过300万，即使30年之后听来仍叫人毛骨悚然。30年之后的因特古拉仍旧风采非凡，贼心不死的13克跑到剑术场被因特古拉赶了回去。手下认为骑士团的警备松懈是动手的好机会，海因尔克骂他眼睛瞎了。他随着墙壁随手一划，庞大的影子瞬间从他们身边掠过，整栋宅地都没入塞拉斯的影子所包围。他们不管做什么都逃不出对方的监视。新上任的机关长非常淡定，30年前的事件让梵蒂冈元气大伤，他们必须要耐心等待。因特古拉在战争中自保而死的将军孙子讲述他祖父的英雄事迹，什么一刀一个小纳粹，最后绑上炸药炸飞了战艇，然后坑了人家一架新战机。塞拉斯都忍不住吐槽他的家族真够可怜的。因特古拉这么做也是为了锻炼下一辈。他死后骑士团将交由政府负责，一个家族统帅一个机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况且他也有点累了。今天早上照镜子还发现细纹也增多了，一看到细纹他就想起了之后可能会变成沃尔特那样。为了让因特古拉打起精神，塞拉斯打扮成阿卡多，结果被因特古拉当头一脚。说起阿卡多，他更生气了，那个傻叉到底在干什么？怎么这么多年了还不回来？塞拉斯解开了扣子，阿卡多的牙印还留在上面，所以他坚信阿卡多一定会回来的，而且他是吸血鬼，根本没有细纹的困扰。气得因特古拉一个劲的扯塞拉斯的嘴。深夜，一个身影缓缓逼近熟睡中的因特古拉，然后对着他的脖子露出了尖牙。因特古拉抄起手枪一顿扫射，塞拉斯扛着加农炮破门。不过来袭的不是敌人，而是阿卡多。他杀死了自己体内的3434867人，最终找到薛定谔，观察到了自己，所以他回来了。现在的他无处不在。因特古拉抱怨阿卡多回来的太慢，他已经是个老太婆了。因特古拉咬破手指，时隔30年，阿卡多再次品尝到了甘美的血液。